在一片乌云密布的天空下，萧炎和他的伙伴们面对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灵魂风暴。这些被操控的灵魂体如同夜色中的恶鬼，带着血红的眼睛在黑雾中穿梭，让人不寒而栗。萧炎提醒同伴们小心，因为他们正处在一个强大的敌人宣护法精心布置的万魂噬灵阵中。宣护法得意地透露，为了捕捉萧炎，他不惜花费3年时间收集灵魂，组成了这个大阵。萧炎虽然心中震惊，但他知道这个阵法的真正威胁在于他能够将被斩杀的灵魂转化为更强大的凶魂，与宣护法合为一体，增强他的力量。苏谦解释说，这种阵法的施展代价极高，一旦失败，宣护法将遭受严重的后果。在这场灵魂的较量中，萧炎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无尽的灵魂攻击。虽然他们都是强者，但面对如此多的灵魂，也感到了压力。萧炎意识到，要想破解这个阵法，必须找到并击败宣护法。然而，宣护法已经隐藏在黑云之中，难以捕捉。就在这时，萧炎得到了一位前辈的指点，他意识到自己体内的陨落心炎是这些灵魂的克星。他立刻调整战术，使用陨落心炎，成功地将灵魂化为虚无，大大削弱了敌人的力量。随着萧炎的狼形火灵的出现，那些灵魂的攻势被彻底击溃，局势瞬间逆转。韩风目睹了这一切，震惊于萧炎的控火技巧。他没想到萧炎竟然掌握了如此高深的技艺。萧炎召唤出的狼形火灵发出了震撼的长啸，他的无形波动迅速扩散，将那些血红的灵魂体一一化为虚无，没有留下任何灵魂之力。宣护法在黑云中惊讶地发现，萧炎竟然能够如此精准地操控陨落心炎，这让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萧炎的实力。萧炎专注于操控狼形火灵，这是5轮离火法的第一重，虽然对他来说并不费力，但他知道后续的火灵修炼将越来越难。一旦5种火灵齐聚，那将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他对这个控火技巧的效果感到满意，这确实是天火尊者的绝技，也是他所见过的最高深的控火之法。随着灵魂之力的流失，黑云中的压迫感开始减弱，云层中的血红之色和尖鸣声逐渐变得不那么强烈。桀，小子，陨落心炎的威力倒的确出乎本护法的意料，不过可不要天真的以为如此便是能够将万魂噬灵阵给破去。弥漫的黑云之中，突然响起宣护法阴恻恻的冷笑声。血魂谷。伴随着宣护法冷笑声落下，那漆黑的云层之中突然血芒暴涌，凄厉的尖锐叫声刺耳的从中传出，甚至隐隐间还夹杂着许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之声。那家伙在让所有灵魂互相噬咬吞噬，这样下去同样会出现凶魂。苏谦脸色凝重地望着那诡异的黑红云层，感受到其中所传出的惊人暴力情绪，不由得沉声道。萧炎眉头微皱，也不答话，手中印结急速变动，一道道虚幻的残影重重叠叠地浮现而出，瞬间后手印猛然一凝，嘴中一声轻喝，去。萧炎的狼形火灵在天空中发出了一声震撼的长啸，他的眼睛中燃烧着实质般的火焰，身体周围的无形火焰猛烈地升腾起来。这炽热的火灵以惊人的速度冲向了黑云，其威势让黑云都为之收缩，尖叫声也暂时沉寂。宣护法在黑云中冷哼一声，他的手掌轻轻按下，释放出一股强大的黑色雾气，与狼形火灵的无形火焰相抗衡，发出刺耳的嗤嗤声。萧炎感受到狼形火灵的阻碍，立刻调动自己的灵魂力量，支持火灵，使其火焰再次暴涨，并向宣护法喷射出一股炽热的无形火焰。宣护法感到了陨落心炎的威胁，他不愿正面硬抗，于是利用黑雾迅速隐匿身形，躲进了黑云之中。萧炎的无形火焰柱虽然没有击中宣护法，但却直接穿透了黑云，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透过这个空洞，萧炎他们看到了云层中的灵魂正在相互吞噬，就像蛊虫一样，为了生存而残酷的战斗，最终只有最强大的灵魂能够存活下来。而伴随着那似乎永无止境的互相吞噬，一股浓郁的可怕的凶残与暴虐等等负面情绪在那云层之中滋生蔓延。萧炎等人似乎隐隐间能够察觉到一个凶魂正在其中迅速孕育成型。给我爆！萧炎脸庞略有些阴沉，手掌猛然一握，旋即那射进云层之中的无形火焰柱，轰的一声便是爆炸开来，炽热的火浪蔓延而开，凡是被沾染而上的灵魂皆是会在第一时间化为虚无。经过这波陨落心炎的大规模破坏，黑云之中的暗红似乎变得淡了一些，显然先前萧炎的那记攻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小子，你毁掉了近千的灵魂，这笔账事后本护法会跟你好好的清算，但凭你还不可能阻拦凶魂的成型。云层翻涌间，宣护法阴冷的声音缓缓地传出。宣护法声音刚刚落下，突然间4道异常强横的灵魂波动突然在云层中出现，旋即犹如猛虎进山般冲进那无数灵魂之中，然后开始了疯狂吞噬。这4个灵魂是本护法这3年费尽心机才收取而到，
他们生前皆是斗皇巅峰的强者，死后灵魂也是异常强横。本来上还舍不得拿出来，但看这情况，4个强横的灵魂吞噬之力极为恐怖，短短不到1分钟时间，云层内的灵魂便是被吞噬殆尽。旋即，4道充斥着暴虐情绪的灵魂开始了相互吞噬，而在他们吞噬间，浓郁的阴寒黑雾从云层中铺天盖地的涌下，将陨落心炎所化的狼形火灵抵御而下。若是这4道灵魂体完成最后的吞噬，那凶魂也会出现。我与小医先动手吧，不能坐以待毙了。感受着从天空上黑压压的云层中散发而下的压迫感，苏千皱了皱，道：“你们动手，寒风或者鹰山老人他们也会出手了，我来吧。”萧炎微微摇了摇头，旋即右手一握，一团深青色的火焰出现在手中，左手对着天空上那陨落心炎一抓，后者便是急速回缩，最后化为一朵无形之火，缭绕在萧炎面前。萧炎面前的青色火焰和无形火焰迅速融合，火花四溅，很快一朵碧绿色的火莲在手中成型。这佛怒火莲的威力巨大，但对萧炎来说，施展它如同家常便饭。然而，就在他准备将火莲投向黑云时，天火尊者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让他稍等片刻，不要毁掉凶魂。萧炎心中疑惑，不明白为何要留下那凶魂。天火尊者解释说，那凶魂对他来说是大补之物，如果能吞噬炼化，他的灵魂力量甚至能恢复到斗宗层次。这对萧炎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他也担心凶魂的暴虐情绪会影响天火尊者的心智。天火尊者笑着告诉萧炎，他有把握处理，但需要萧炎的陨落心炎来帮助他。萧炎放心了，同意了天火尊者的计划。这时，苏千焦急地催促萧炎行动，因为凶魂即将成型。萧炎却显得从容，告诉苏千不用担心，他有信心能够控制局势。就在萧炎说话间，天空的黑云突然凝固，一声凄厉的尖叫响起，凶魂的暴虐气势降临，宣护法的狂笑声也随之响起。萧炎，今日你若是乖乖束手就擒的话，本护法会让你少吃点苦头的。宣护法的狂笑声在空中回荡，下方的众人感到了一股不祥的气息。黑云中的血红之色逐渐渗透出来，让实力较弱的人感到心底升起的暴虐情绪，他们急忙紧守心神。苏千和小医仙也感受到了凶煞之气，但他们对萧炎充满信任，相信他有应对之策。萧厉提醒众人小心，大家都已经将斗气运转到极致，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宣护法的声音再次响起，他嘲笑众人的无力，并提出让非战斗人员退去，但他的目光只锁定在苏千和小医仙身上。韩风也露出了笑容，他和宣护法都认为，有了凶魂的加入，他们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韩风挑衅萧炎，声称这次要让萧炎尝尝失败的滋味。萧炎则轻蔑地回应，称韩风为丧家之犬。韩风试图说服莫天行站在他们这边，因为莫天行的儿子中毒，韩风承诺会帮他解毒。莫天行却选择了中立，他表示自己没有年轻人的魄力，不想卷入这场争斗。听得莫天行这话，韩风眉头一皱，眼眸深处掠过一抹寒芒，但面上却依旧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莫天行不助他也行，只要对方不跑去帮萧炎，那么韩风便是有信心，今日将那以往的恩怨尽数了结。至于如何对待莫天行，嘿，等将萧炎这般大敌解决了，韩风自有办法慢慢的来收拾。韩风与莫天行之间的谈话，萧炎如同未闻，身子如枪杆一般笔直地立于广场之上，手指轻轻地摩挲着那枚雪白的纳戒，片刻后，下巴不可察觉地微微点了点，旋即偏头对着小医仙苏千微笑道：“雄魂与那宣护法交给我。”闻言，苏千与小医仙皆是一惊，凶魂与宣护法，那可是两名斗宗强者，况且两者灵魂相连，配合起来更是极为默契。除非萧炎施展那种恐怖的火莲斗技，即便如今他有那古意增幅的速度，但怎么也不可能与两名斗宗强者手中相战啊！似是知道两人心中的惊愕一般，萧炎摆了摆手，轻笑道：“放心，我不会做送死的事。”见到萧炎脸庞上的笑容，苏千与小医仙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以萧炎平日的性格来看，不像是会鲁莽行事之人。他既然这么说，那么或许应该是真有点底牌吧。桀，萧炎，你果然如同韩风所说，狂妄成性啊！桀，不过没关系，本护法喜欢。天空上，宣护法在听了萧炎的话之后，愣了好片刻，方才忍不住的大笑道。韩风眉头略微皱了皱，有些疑惑的看了萧炎一眼，这家伙究竟在搞什么？凭借他那斗皇级别的实力去挑战两名斗宗强者，找死不成？大长老、小医仙，其他的人便交给你们了。对于周遭的众多讥讽目光，萧炎并未多加理会，肩膀一抖，丈许宽大的玉石古翼便是徐徐的伸展而开，偏头对着苏千二人一笑，旋即古翼猛地一震，而其身形也是咻的一声穿梭上天空。说实在的，这凶魂还是我第一次凝聚，今天便拿你来祭他吧。
瞧得那笔直暴掠而来的萧炎，宣护法一声冷笑，心神一动，其身旁的血色虚幻人影，便是犹如奔雷般轰然掠下，拳头之上带起一股暴虐的拳风，夹杂着庞大的威压，一拳对着萧炎砸去。拳为至，其上所蕴含的拳风，便是直接撕裂了空气，陡然而至。漆黑眸子紧紧地锁定着那暴掠而来的血色身影，嘴角却是缓缓地掀起一抹冷笑，佩戴着雪白那戒的手掌缓缓紧握，旋即也是一拳轰出。面对这一名斗宗强者的攻击，萧炎居然选择了对其最不利的硬碰。望着这一幕，下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也是为之一滞。这家伙真的是在找死！在众多人面色变化的刹那，萧炎拳头瞬间便是与那凶魂碰撞在一起，然而还不待劲力爆发，其手指上的雪白奈戒却是猛然闪烁起刺眼强芒。在这道强芒闪烁的那一刹，与凶魂有着灵魂连接的宣护法脸色瞬间大变。突然间，一道耀眼的光芒划破天际，甚至盖过了阳光，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纷纷抬头望向天空。萧炎的拳头与凶魂的攻击相撞，但来自他白色那戒的奇异强光形成了一个能量罩，挡住了凶魂的攻击，并且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吸力。这股吸力迅速而有力，仿佛一个漩涡，源头正是那枚不起眼的那戒。吸力出现的突然而强烈，直接锁定了凶魂，让他感到了恐惧。凶魂试图逃跑，但那戒中的天火尊者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将其捕获。随着吸力的增强，凶魂的尖叫声越来越凄厉，他挣扎着，却无法摆脱吸力的束缚。萧炎看着这一幕，心中既欣喜又震惊。他没想到天火尊者在这种状态下还能施展出如此强大的力量，这让他意识到天火尊者可能隐藏了一些实力，并不是完全失去了自保能力。然而就在萧炎思考之际，宣护法察觉到了凶魂的困境，愤怒地出手，释放出强大的灵魂力量。在宣护法的帮助下，凶魂开始逐渐摆脱吸力的控制，他的抵抗越来越强，似乎有望逃脱。萧炎，助我一把！那戒之中强芒持续爆发，但面对着2名斗宗的反抗，即便是天火尊者，也终于是有些抵御不住。一道声音在萧炎心中响起。闻言，萧炎心头一紧，看来天火尊者虽然保留了一些，但依旧不是凶魂与宣护法联手的对手啊！当下迅速回道：如何助你？灵魂力量传进那戒。关键时刻，天火尊者也没有丝毫废话，迅速回道。萧炎脸色凝重的点了点头，旋即眼眸微闭，雄魂的灵魂力量自眉心处扩散而出，旋即源源不断的涌进雪白那戒之内。有了萧炎的支持，那戒之中所爆发的吸力顿时成倍暴涨。那刚刚才后退了几步的凶魂，在这股暴涨的吸力下，直接是一个踉跄，便是身形不稳地扑了过来。不过下一个瞬间，便是连忙保持着一个怪异的姿势，死死地抵抗着。而此刻，他与萧炎之间的差距已经不过半米左右，甚至后者都是能够嗅到从其体内所散发而出的那种疯狂的暴虐味道。混蛋！天空上，宣护法周身黑雾剧烈翻滚，隐隐间露出一张愤怒与惊慌的脸庞。那种诡异的吸力，不知为何缘故，对于灵魂力量有着一种格外强横的压抑效果。他与凶魂联手，居然只能堪堪抵住，而且这种僵持在萧炎加大力度之后，更是在逐渐对着萧炎方向倾斜而去。天空上的这一幕，也是被下方众人收入眼中，当下脸庞皆是惊愕了下来。他们并不知道那股强芒是怎么回事，但从宣护法那突然有些气急败坏的声音中能够听出，此刻的他似乎状况有些不妙。而想到这里，不少人心头皆是有种荒谬的感觉，堂堂2名斗宗实力的强者，居然被一个斗皇小子逼到这种地步。虽说大家都知道萧炎与寻常斗皇不同，但不管如何说，凶魂与宣护法也是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呀。2人联手的话，在场之人恐怕没有一人敢拍着胸口说能够以一己之力相抗。在场的斗宗强者们都做不到的事情，却被萧炎在众目睽睽之下实现了。这一幕让所有人心中都感到震惊。韩风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原本对萧炎的挑衅充满了冷笑，但在强光出现的那一刻，他的笑容凝固了。他无法理解萧炎是如何抵挡住凶魂和宣护法的。韩风知道萧炎的火莲斗技非常强大，但萧炎显然没有使用这个技能。宣护法和凶魂的表现让他的信心开始动摇。莫天行则在一旁幸灾乐祸，他早就警告过韩风，萧炎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决定保持中立，退后一些，为自己留好后路。韩风决定亲自出手，他冲向萧炎，准备用斗气凝聚的长剑刺向萧炎。然而小医仙及时出现，轻松化解了韩风的攻击，并站在萧炎身边，用他那清冷的目光锁定韩风。小医仙的出现让韩风感到愤怒，因为他知道小医仙的实力在他之上，有他在，他很难成功偷袭萧炎。就在韩风心中焦急时，宣护法发出了惊恐的低吼，他的黑雾剧烈翻涌，迅速变淡，露出了虚弱的身形。
显然，与他灵魂相连的凶魂被收，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宣护法的灵魂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的实力大幅削弱，甚至可能连萧炎都能轻易对付他。在这种情况下，宣护法几乎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耀眼的强光骤然消失，而与之同时响起的，还有宣护法那惊恐而暴怒的吼声：“萧炎，将凶魂本护法还来，不然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对于宣护法那愤怒的吼声，萧炎几乎理都不理。他也知道，凶魂与宣护法灵魂相连，如今凶魂被收，后者也将会是遭受到剧烈的反噬，而其灵魂力量大受创伤之下，实力必然将会骤降。现在的他已经难成气候，根本不足为惧。此刻萧炎的目光惊奇地盯着手指上的那枚白色纳戒，在其表面上隐隐间能够看见一点嫣红，但不知是纳戒还是天火尊者的缘故，萧炎并不能探测到这戒指之中究竟是何种的情况。萧炎，凶魂已被我暂时封印，但我所储存的灵魂力量也是完全枯竭，这一次消耗太大，很快便是的陷入沉睡。你一定要记得，在10天之内为我修复滋润灵魂，否则我的灵魂恐怕就会彻底消散，而到时候封印的凶魂怕也是会再度出来。在萧炎惊奇间，天火尊者的声音忽然在其心中响起，这一次他的声音有着一种难以掩饰的虚弱，显然虽说收取了凶魂，但对他的消耗可是相当之大。闻言，萧炎也是猛地一惊，急忙在心中道：“10天之内？药老先生，这可不是说笑的，修复灵魂所需要的一些药材皆是极其难寻，10天时间，我去哪里寻找啊？”天火尊者的声音急促地响起，他告诉萧炎，他并不需要在10天内完全修复自己的灵魂，只需要找到一些滋养灵魂的东西，将他从沉睡中唤醒。萧炎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这样的要求并不难办到，10天的时间足够了。萧炎向天火尊者保证，他会在10天内将他唤醒。虽然他不能完全信任天火尊者，但他也意识到有天火尊者在身边，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天火尊者对萧炎的信任也让他感到一丝安心。他的声音逐渐消失，萧炎能感受到那戒中的灵魂力量在减弱。萧炎收起戒指，抬头冷笑地看着宣护法。天火尊者的出手对宣护法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不仅失去了凶魂，灵魂也受到了重创。宣护法现在的状态，即使能够活着离开，他的实力也会大幅下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宣护法在天空中颤抖着，他怨毒地盯着萧炎，提出以灵魂的名义发誓，只要萧炎将凶魂还给他，他就会立刻离开，甚至愿意帮助萧炎击杀寒风。寒风听到这话，脸色一冷，眼中闪过杀意，他没想到宣护法会如此不靠谱。宣护法，现在说这话可是没用，以萧炎的性子，是定然不会将凶魂交于你，所以若是彻底与他们拼了，说不定还有的一线生机。寒风瞥了萧炎一眼，森冷的道：“你给我闭嘴！”宣护法眼神一寒，冲着寒风怒喝道：“在他看来，若非是寒风用诸多理由将他引诱而来，他根本就不会来黑角域，并且趟这趟浑水。结果现在好处没捞到，惹得一身骚，而且究竟还有没命离开，都是两说之事。”心中暴怒之下，也是有些迁怒于寒风。被宣护法呵斥，寒风也是冷笑一声，也不与之争执，只是心中杀意却是浓郁了许多。想必即便今日这宣护法不死在此处，他也是会暗中下手将其击杀。嘴中喘着粗气，宣护法那血红的目光也是唰的一声转向萧炎，眼神之中因为灵魂传来的剧痛而逐渐涌上一抹疯狂，语气森然的道：“你究竟是还还是不还？”对于宣护法那般疯狂目光，萧炎依旧是那副清风云淡的模样。他看了一眼寒风，似笑非笑的道：“你若是真将寒风杀了，我或许可以考虑考虑。将凶魂还于我，我就动手。”听得萧炎似乎有口风松动的嫌疑，宣护法也顾不得许多，急忙道：“说这话时，他倒是未曾察觉那对来自背后的森然目光，杀意越来越浓。目光微笑着望着宣护法，萧炎眼中的嘲讽越来越浓。似是察觉到了萧炎那对嘲讽目光，宣护法也终于是明白自己似乎被耍了，嘴中的喘息越来越剧烈，眼中的怨毒之色也是越来越浓。片刻后，一道疯狂的吼声终于是从其嘴中传出：“食魂使，杀了他！”听得宣护法吼声，那山壁之上的10道黑影毫不犹豫的便是猛然暴掠而出，旋即在一阵哗啦啦声响中，10道巨大的漆黑锁链宛如毒蛇般的撕裂空气，对着萧炎周身要害射去。淡淡的望着那些爆射而来的锁链，萧炎嘴巴一张，一团碧绿火焰吐出，手印一动，火焰蠕动间直接是化为10个火焰大手，然后狠狠一握，极为精准的将那些锁链尽数握住，然后一丝炽热的碧绿火线沿着锁链对着那10名黑影人暴涌而去。火焰攀爬上锁链，顿时爆发起阵阵的嗤嗤声响，而那10道黑影周身弥漫的黑雾也是变得淡化了许多，黑雾之中露出一些惊恐的目光。
一股股的阴寒黑雾不断地从那些黑影人体内涌出，然后竭力地阻拦着火线的蔓延。但这些魂使的实力明显远不及宣护法，因此在手忙脚乱了好一阵后，却依然未曾将那丝诡异的火线扑灭。不得已之下，只能赶忙将锁链抛弃而去。锁链刚刚脱离他们之手，萧炎便是冷笑一声，手掌一握，那10只火焰大手顿时化为熊熊烈火，将锁链尽数缠绕包裹。一时间，漆黑的锁链便是化成了一条笔直的火焰锁链。在萧炎的操控下，火焰锁链宛如10根极长的棍子般，屈指一弹，便是化为一道火芒，沿着原路猛然爆射而出。火焰锁链速度极快，一眨眼便是划破长空，出现在那10名魂使面前。惊骇之下，那10道黑影顿时急退。然而他们的速度比起火焰锁链来，却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因此身形刚动，陡然加速的火焰锁链便是凄然而至，然后宛如利剑一般，狠狠地从他们胸口洞穿而进。随着火焰锁链的刺穿，那10道身影顿时僵硬，而锁链也是缓缓变得软化，最后轰然掉落天空。而其上的碧绿火焰也是迅速脱离而出，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归萧炎体内。仅仅是短短几个回合之间，10名实力在斗王阶别的魂使便是在萧炎手中葬生。如此一幕，令得广场上不少人都是暗中咽了一口唾沫。10名斗王强者联手之下，即便是斗皇强者也能抗衡1、2，没想到在萧炎手中却是如此不堪一击。以最快速度击杀掉10名魂使，萧炎眼中寒芒却是逐渐大盛，背后古意一阵，风雷声响起，而其身形也是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宣护法面前。既然来了，那便不用离开了，魂殿的人都该死。萧炎脸庞之上勾起一抹狰狞弧度，旋即一掌猛然轰出，碧绿火焰自掌心中如火山般喷射而出。萧炎这般迅猛攻击，也是令得宣护法脸色大变，身形急退。但如此重伤状态下，他的实力已经远不如前，因此虽然躲避得快，但依然被一股火焰追击而上，炽热的温度令得他发出一声凄厉惨叫。浑身的黑雾在火焰的灼烧间急速减少，待得宣护法急退了100米距离时，火焰方才消散。而此刻的宣护法却是狼狈无比，气喘吁吁地停下身子。宣护法望向萧炎的目光已经不足以用恶毒来形容，而就在其暴怒之际，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身旁，他目光一扫，旋即怒喝道：寒风，跟我一起出手，杀了这个小……宣护法的话语还未彻底落下，便是陡然僵硬。他艰难地缓缓低头，却是见到一只被斗气包裹的手掌从其胸膛处穿透而出。如今的你，即便活下来也是废物。正好那些魂使也被萧炎干掉了，无人会向魂殿通报，所以你的灵魂也奉献给我吧，你的仇我会帮你报的。寒风缓缓地抽出手掌，望着宣护法眼中迅速消散的生气，脸庞划起一抹残忍笑容，喃喃自语。天空中的突变让所有人震惊，寒风竟然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同伴宣护法下了杀手。他的残忍和决绝让在场的人心寒，尤其是阴山老人，他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对同伴下手的行为还是让他感到不耻。寒风的行为让他在众人心中的形象更加恶劣。寒风在击杀宣护法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吞噬了宣护法的灵魂。他的身体因为吞噬了强大的灵魂力量而剧烈颤抖，气势暴涨，周围的空气都被他的气势所驱散。寒风的体型也因为能量的外溢而膨胀，皮肤上形成了令人恶心的能量气泡。寒风的实力在吞噬宣护法的灵魂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达到了5星斗宗巅峰的层次，甚至超过了小医仙。萧炎感受到寒风的气势，眉头紧皱。他知道魂殿的人擅长这种灵魂吞噬的技巧，虽然会带来后遗症，但短时间内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寒风的行为不仅展示了他的残忍，也暴露了他的野心和对力量的渴望。他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力量，哪怕是牺牲同伴。这种行径让萧炎感到厌恶，同时也意识到寒风现在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必须小心应对。我来对付吧。一旁的小医仙灰子双眸盯着那气势不断攀升的寒风，轻声道：一起帮我争取点时间。萧炎轻吐了一口气，沉声道：虽说他这状态要打败他的确有些难度，但拖住他我有着绝对的把握。小医仙嫣然一笑，点了点头。尽量别解开恶男毒体的封印了。萧炎瞥了一眼笑颜动人的小医仙，轻叹了一声，道：微微一怔。小医仙轻声道：尽量吧，这些时候遇见的对手都不弱，若是不解开封印的话，应付起来也是有些棘手。闻言，萧炎却是苦笑了一声，道：让你跟在我身边，原本是想为你控制恶男毒体，然而没想到却是让得你距离毒体爆发的时间越来越近。这要是哪天来个突发状况，出了点什么事，你让我怎么心安得了？小医仙轻柔一笑，道：这段时间虽说惊险，但远比我独自在出云帝国要过得开心，所以真要出了什么事情，那也是我命不好，
可不关你什么事。你认为我会那么想吗？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小医仙抿着小嘴，修长的睫毛眨了眨，方才扑哧一笑，道：好像不会。打情骂俏可曾完了？若是完了的话，接下来就准备受死吧。蕴含着无匹杀意的森冷声音突然响起，将萧炎与小医仙之间的谈话打断。两人目光一转，便是见得那身体悬浮天空，周身被黑雾所掩盖的寒风。此刻的寒风似乎已经逐渐地接收了宣护法的灵魂力量，这导致他的实力在极短的时间中完成一个飞跃般进步。感受着体内流淌的澎湃力量，他心中对于小医仙的那丝忌惮也是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那股难以磨灭的森然杀意。寒风悬浮天际，在周遭那铺天盖地的黑雾衬托之下，宛如从地狱之中爬出来的魔头一般，邪恶而充斥着阴冷之意。小医仙莲步轻移，踏着虚空，缓步向前了几步，一股股磅礴的灰色斗气从其体内如洪水般的呼啸而出，盘旋在其周身，一丝丝极淡的腥味若隐若现的浮现。毒斗气之中所蕴含的强烈腐蚀力，令得空气之中都是传来了阵阵的异样酸意。望着那挺身的小医仙，萧炎也是轻吐了一口气，目光漠然地看了寒风一眼，然后缓缓后退。而随着其退后间，青莲的心火陨落心炎，甚至那股灵冷火也是悄然浮现。哼！见到萧炎周身的两朵异火，寒风也是明白他想要干什么，当下一声冷哼，哼声在雄浑的斗气包裹下，宛如实质般的迅速扩散而出，沿途所过，空间都是微微震荡了起来。小医仙灰紫双眸中掠过一抹冷漠之色，纤手一挥，缭绕在周身的澎湃灰色斗气便是呼啸而动，在其面前形成巨大的斗气光幕，音波扩散而来，最后轰隆隆地撞击在斗气光幕之上，令得后者表面泛起阵阵涟漪。吃！音波轰然砸在斗气光幕上，却并未将光幕震破，但这仅仅是寒风的随手试探而已。一击脱手，其手掌再度一握，周身黑雾急速凝聚，旋即在其面前化为一柄足有10丈庞大的黑雾长剑。长剑之上，凄厉的惨叫声不住传出，甚至隐隐间还有着许些灵魂影响在剑身之上穿梭。去！目光之中杀意凛然，寒风屈指一弹，一道冷喝自嘴中传出，旋即那巨大的黑雾长剑微微一颤，便是逐渐变得虚幻而起。望着那般诡异长剑，小医仙眼中也是掠过一抹凝重之色，他能够清晰地察觉到那柄黑剑之上蕴含着何等可怕的能量，斗气与灵魂力量互相掺杂融合之间所衍生而出的力量，远比寻常斗气要强横。深吸了一口气，小医仙修长的玉手猛然结动印结，旋即一道道深灰色的斗气犹如喷泉般从其体内一道道的喷涌而出。天使雨！斗气喷薄上空，迅速凝聚成一片灰色云层，旋即无数深灰色的液体雨水从中铺天盖地的倾泻而下。这些灰色液体看似毫无力量，但若是有眼力毒辣之人，便是能够看见，在雨滴划过空间的那一刹，虚无的空间分外出现了一条极淡的黑痕。这些蕴含着剧毒的雨滴并未掉落在地面上，当它们降到一定距离时，便是会悄然消散，化为一缕毒气，冉冉升起，钻进灰云之中，然后再度化为雨滴倾泻而下，然后如此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息息，密密麻麻的深灰色雨滴从天而降，而在那雨幕之中，一道黑芒陡然破空而现，灵力渐起，直射小医仙。而就在那巨大的黑色长剑刚刚现身时，周遭的无数雨滴便是犹如受到了吸引一般，铺天盖地的射去，而被沾染上这些雨滴之后，长剑表面上的黑雾也是在一阵嗤嗤声响中逐渐的变淡，而其穿梭速度也是犹如深陷了泥潭之中一般，变缓了许多。远处的寒风望着那在雨幕之中有些寸步难行的黑雾长剑，眉头也是一皱。小医仙的手段也是颇有些诡异的味道，那种剧毒之力几乎连斗气都能腐蚀。以前要打败你或许颇为困难，但现在……魂银！脸庞浮现一抹冷笑，寒风手印猛地一变，一股极为强横的灵魂力量自其眉心处暴涌而出。嗡！在寒风灵魂力量涌动之间，那黑雾长剑也是剧烈一颤，旋即一道奇异声波自其中猛然扩散而出。声波入耳，小医仙身体顿时微微一颤，灵魂之中传来阵阵的刺痛之感，感受着灵魂传来的刺痛，他脸色也是一变。这黑雾长剑居然还能够直接攻击灵魂，灵魂受创，小医仙灰紫双眸中出现了瞬间的空洞，而那黑雾长剑却是抓住这破绽，化为一抹黑色闪电，突破雨幕的束缚，带起灵力劲气，狠辣地射向小医仙喉咙要害部位。灵力劲风在小医仙那修长的雪白脖颈处带出了一条细细的血痕，而也就是在这一刹，小医仙眼中的空洞陡然消失，那原本充斥着灰紫色的双眸也是瞬间变换成了一紫一灰。这一刻，恶男毒体的封印再次开启，